哎，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啊！现在我们要试驾的是雅马哈 XSR 900啊，这辆车真的是设计上面真的是非常的帅，都是有一些可圈可点的，而且是跟其他的一些同样类型的车是不太一样的。首先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帅，然后这里一个和这边有一个啊，这个两个在这边就是真的是画龙点睛的地方，我是这样觉得的啊，真的是这个车的话，怎么说呢？当时我在选车的时候，其实它是在我的选择项里面的，因为当年我在哪个地方，然后碰到这么一个车。啊，然后它的这个排气的声浪真的是非常的给力，然后我就想啊，我这个车挺不错的嘛，然后就关注了它一下。但是为什么最后没有选这个车呢？首先一个啊，这个车对于我来说它太紧凑了啊，本身这个车跟其他的车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做的还是挺紧凑的，整体的车还是偏小的状态的。所以我骑上去的话就不太适合。然后吧，新的这个尾灯的部分，这个尾灯是在这个地方的，我可以放一张就新的照片啊，放在这个尾灯是这样的，而不是这个圆的尾灯。但是我觉得吧，这个圆的尾灯要好看得多。然后新的这个坐垫的这个地方，它不是很高嘛，这里就很奇怪，这个造型就很奇怪。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尾部的造型的话，还是这个尾部的造型要比较好，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的啊？我在这边放一个，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这个感觉很不错呀。OK， 那么我们就试试看吧。这个表，这个表真的脏，我都不想去碰它。就这样吧。模式一种 A、B， 普通，那我们就 A 吧，反正今天也不下雨，有点不是很好，但是地上是干的，没关系，就这样吧。按键的话，基本上就这么几个按键，就这么几个按键，这里还有双跳。双跳 ，OK， 开始。哎，这个声音好像跟我知道的声音不太一样呀？为什么是这样的 ？view， 还有一个回过来的一个咻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还挺奇怪的。OK， 上。小转弯，哇，特别灵活，这个是非常的灵活的。为什么有一种哪里？这个齿轮里面有一种这个擦到的这种感觉呢？为什么？是因为它这个车开了2万多公里的原因吗？感觉这个里面有一种擦到的感觉。那不去管它，反正这个的话，试驾车嘛，总是有各种各样有一些奇怪的地方的，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雅马哈的车的移速。雅马哈的车的移速都是可以一下子飙到这么快的吗？有很多车的移速啊，这个上到比如说30多、40的时候就开始没力了。雅马哈的车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有一个，我现在一上手我就马上感觉得到了。大家看啊，这个放不到上面这个凹坑里面。这个车真的啊，被人喜欢是有原因的啊！
被人喜欢的车肯定都是有原因的。这个上手的这个感觉，就一下子啊，这个感觉马上就被这个车给吸引过去了。这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的感觉，这辆车。然后这个引擎的这感觉为什么跟其他的车的感觉不一样呢？这个引擎真的很不一样。这个引擎完全就没有那种就一发一发的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感觉。就算你是3缸4缸，你这4缸的话，也就是上去的时候，它也能感觉得到引擎里面有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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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很小的感觉。但是这辆车就感觉所有的这个一发一发的这个感觉都没有了，然后就感觉这个就跟电一样的嘶的这样过去的。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呀。然后这个一速真的是非常的暴力。赶紧换到2速，换到2速也是很厉害的。这个1速和2速这个油门的控制非常小心，必须得非常小心。这个真的可以这样吗？很暴力啊，这个对，现在能够感觉到这个把是挺宽的。雅马哈的这个车的话，把挺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捏刹车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点头感的，这个刹车就是捏一下之后有很强的一个点头感让下去的。你不管怎么再温柔的这么捏，就像比如说我现在这么捏一点点，它也会有一种点头感。然后离合器的话，说实话还算是比较偏轻的，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轻，一般吧，只能说。然后坐垫的话，虽然看上去它这个坐垫是很软的一个坐垫，但实际上你坐上去，这个坐垫很硬啊。这个坐姿的话，基本上就是像街车一样的这个坐姿没有错，但是这个坐垫感觉好像仿赛的这种硬度，真的这个坐垫还是非常硬的。然后震动的话，你真的这个车的太奇怪了。刚刚说这个引擎没有震动，然后不对，引擎这个一发一发的感觉不到，然后这个震动你也感觉不到。到现在为止我都感觉不到震动就跟本田的那些车有的一拼了。大家都说本田车的这个发动机已经做的像是电摩一样的这种电机一样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像发动机一样的有这种鼓动感有这种震动什么的。这个车完全是引擎方面来说的话，这个肯定是跟本田的一样了，完全没有震动。避震还是有那么一点软的。这个车因为做的很紧凑嘛，然后这个坐垫也是这么硬的，然后再加上这些各种的地方，就让人感觉这个是有点偏运动型的。但是这个避震这么软，好像又跟运动型却稍微有点差别，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软的避震的话，可能还是得要到时候，比如说借一下去跑个山什么的，才能知道它到底在这个运动性能上有多少的发挥。这个车还真不错，这个车是真不错。骑上去这个感觉的话，日常骑行什么的，这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你要稍微开点油，稍微开点油，这个完全就是暴力的一塌糊涂的车，你知道吗？就直接会把你甩下的那种。然后这个点头感，你看这个点头感，我稍微按一按刹车，这个点头感特别厉害。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车。这个我们换到普通模式看看。
有什么区别吧。这个挂到 N 档里面去之后啊，然后我把离合放掉，然后就能感觉得到，在脚踏上面能够感觉得到它里面的齿轮好像就是有那么点摩擦到的这种感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2万多公里的原因。我现在把离合放掉什么的，它就能感觉到里面好像有摩擦到啊。城市里面骑行的话，可能这个普通模式会比较好一点吧。这个 A 模式有点太突兀了，这个开油的瞬间的那个太突兀了。这个的话稍微开一开，没有 A 那么突兀。那个 A 真的是你稍微一不小心开一开油的话，有可能就会出问题。但是这个普通模式的话，就好很多。真的 A 模现在是普通模式，普通模式真的好很多。普通模式非常好，普通模式我喜欢。这个普通模式真的在城市里面骑，应该是首选项。不用在城市里面用不到 A 模式，A 模式的话有点夸张。这个的话还是用后刹刹下来比较好一点。像这种低速的话，就只用后刹就行了。这个前刹不管怎么，你稍微按一下都有这个很强的点头感。这个不管是在哪个模式里面，现在用的是普通模式的话，这个也真的是开油，是非常暴力的这个车。这个车整体来说的话，还是相当暴力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的。造型上面来说的吧，它是一个像复古车一样的，看上去非常温柔的一个造型，它不像是 Street Fight 那种感觉的，对吧？街车这种有进攻性的这个设计的。你很容易就被它的这个表面所欺骗，你知道吗？他就觉得他感觉，这个车圆圆的头灯是吧？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复古车嘛，对吧？幸福牌摩托车，稍微做的前卫一点的幸福牌摩托车这种感觉。哎呀，真的是这个刹车，我觉得骑下来就感觉这个刹车实在是点头感太强了。也有不知道是因为它避震比较软，还是这个刹车太强力了。这个点头感总归感觉不是非常的顺手。OK， 那么这个车的话可以总结一下了。引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引擎，这个引擎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你感觉不到它里面的一些颗粒，在震动颗粒你是基本上感觉不到，然后这个开的时候也基本上没有震动。像这种巡航，像比如说在4000转刚刚到前面拉到比如说有6000转、7000转的时候，你基本上感觉不到它有什么太大的震动，所以在震动抑制上面说这个引擎是做的非常非常不错的，是相当不错的，应该说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模式，3个模式可调。现在我用的是普通模式，在 A 模式下面的这个油门，这个非常的夸张，真的是跟 KTM 相比，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在选择 A 模式，当然了，现在像这个模式下面，一般的普通模式下面也要小心这个开油，必须要小心这个开油，你必须要对待它，必须要非常的认真，一不小心这个车就会出问题所以说它这个造型很容易被造型哇樱花哇樱花开着 XSR， 然后看樱花哇太给力了，这个樱花真给力。OK， 那么我再回到这个车上面，车上面的话怎么说呢？它这个外表下面你看上去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车吧，对吧？圆圆的灯圆圆的这个码表，看上去都很可爱。然后后面的尾灯也是圆圆的，总之呢就是一个幸福牌摩托车的升级版。感觉就是这个非常温柔的一个大家都能驾驭的一个车，甚至都是女骑可以骑的这么一个车。但是它这个内在这简直就是野兽这根本就一点温柔的这个碎片你都找不到这个感觉。
非常狂躁的一辆车，所以这个车非常的有性格，外表和内在是一个有反差的一个摩托车，所以这个其实还是，我还是蛮喜欢的这个车。只是啊，这因为它这个车做的非常的紧凑嘛，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全部把我自己的腿啊什么的全部归纳到这个车里面去啊。像这个车都设计好的这些凹凹槽槽，看全部都是在外面的，就没有办法归到里面去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真不知道，我现在骑的这个车，虽然说骑了那么一会儿，这个凹凹槽槽弄在外面了之后呢，就会被那些对吧？那些一条一条的金属啊什么的硌在那个腿上，现在其实腿上还是有点疼的，你还别说。所以说选车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你必须要按照自己的身材选好这个车。我觉得吧，因为我现在是1.85米，然后选这个车的话，我觉得1.8米以下必须要1.8米以下。如果你是1.8米以上的话，可能这个腿就没有办法放到这个凹槽里面去这样的话你骑久了之后就会容易累，对吧？你骑一个车你感觉它累，对吧？你骑它累，你就会觉得这个车不好啊什么的，就会产生这种情绪。所以说选车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车真的，在这种速度领域下面，像在这种速度领域下面，完全没有震动，你知道吗？完全没有震动，这个震动抑制做的非常的给力那么雅马哈XSR 今天的这个试驾就到这里了。这个车的话真的是非常不错，我其实很推荐这个车。只要你在这个身材上面这个车跟这个车比较合的，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试试这个车的。也是可以就一直骑的，因为这个车的话，对吧？又很暴力嘛，所以这样的话骑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趣，也不会马上就厌倦真的像比如说一些非常温柔的，然后像本田的一些再小排量的一些车就会感觉到它每天骑就会比较厌这个发动机真的是一点点什么的性格都没有的也没有那么多的模式，比如说就只有一个模式或者几个模式，虽然有几个模式，但是它选起来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不一样的地方，对吧？这个的话 A 模式跟现在的我用的普通模式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说你比如说 A 模式开这个一般的模式开或者换到 B 模式去开也是可以的。这个车的话长久拥有它还是挺不错的我是这么觉得的。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